甲状腺是非常重要的分泌器官，平时要多注意保养它。但现在有甲状腺结节的人越来越多了，其实呢，可能和常吃3种食物有关，希望你尽量不要吃。第一种，含碘高的食物。平时我们吃的海带、紫菜等海产品都含有很高的碘，如果吃太多这类食物，很容易刺激甲状腺，加重甲状腺结节，所以要少吃。第二种，辛辣刺激的食物。虽然辛辣刺激的食物很下饭，但是呢，对于有甲状腺结节的人，尽量要少吃，因为这类食物也容易刺激甲状腺，导致内分泌失调，增加患甲状腺结节的风险。第三种，油炸食物。油炸食物含有很多脂肪和热量，经常吃容易使人发胖，导致内分泌失调，这样对甲状腺健康也不利，所以有甲状腺结节的人尽量要少吃。如果你能少吃上面这些食物，或许有利于甲状腺结节的恢复。除此之外，建议大家可以用蒲公英根泡水喝，有消肿散结、清热解毒的功效，对抑制结节生长。有糖的人睡前爱做3件事，若你也能坚持，或能为长寿加分。1. 睡前泡脚。每天睡觉前坚持用热水泡脚20分钟，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，有助排出体内的湿气和寒气，而且对睡眠也有帮助，有利于长寿。2. 睡前不吃东西。很多人睡觉前觉得饿了，就会再来一顿夜宵，这样不仅会影响睡眠，引起发胖，还会给肠胃增加负担，对健康不利。所以睡觉前最好呢不要吃东西。3. 睡前用手指梳头。睡觉前坚持用手指梳头，每次5分钟，可以畅通头部气血，有利于脑部血液循环，不仅可以促进睡眠，还有利于头发的生长，也能够为长寿加分哦。走路是一种很好的锻炼方式，有人说通过走路的快慢可以看出寿命的长短，那这种说法到底对不对呢？其实走路和我们身体机能有很大关系，比如骨骼、肌肉、呼吸系统、神经系统等等。如果中老年人走路快而且很稳的话，说明寿命会比较长，身体的机能也比较健康。但是呢，想要长寿不单单取决于走路，还和下面这3点有关。第一点，心态。心态的好坏和长寿也有很大关系。如果每天都能够有一个乐观的心态，保持好的心情，那么身体状态也会非常好，这样的人会少生病，更容易长寿。第二点，睡眠。如果长期失眠，睡眠质量差，那么身体的抵抗力和免疫力也会下降，时间长了，疾病就会找上门。而每天都能保持好的睡眠，这样也可以提高身体的健康水平，人也更容易长寿。第3点，饮食。饮食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，如果在饮食上能够保持清淡，每天保证有规律的饮食，那么对延长寿命也是有非常大帮助。双腿对我们的重要性，腿是交通要道，腿上有很多穴位和经络，维护着气血的运行，而衰老都是从腿开始的，所以我们要好好的保养双腿。下面教大家2个小动作，有助畅通气血，保养双腿。动作1，坐在床上或者垫子上，两腿向前伸直并拢，然后身体向前弯，用双手去扳两脚的脚趾，每次20下。这个动作可以锻炼脚力，促进血液循环，对保养双腿有很好的效果。动作2，自然站立，双腿并拢，双腿膝盖微微弯曲，将双手放在两腿的膝盖上，然后前后左右的转动膝盖，先向左转动，再向右转动，这样反复做20次，每天可以多做几次。那这个动作可以帮助畅通气血，疏通经络，对缓解膝关节疼痛、保养膝盖都有很好的效果。膝盖不好的朋友可以经常做一下上面这2个小动作，平时再注意膝盖保暖，这样膝盖才会越来越好。大家不妨试试吧，希望可以帮助到。自来水管一样，用时间长了也会出现堵塞、老化的情况。如果血管堵塞，血液变粘稠，会给身体带来很大危害。若睡觉时有2个表现，或是血管发出的暗号，别忽视了。表现1，睡觉时流口水。睡觉时突然出现流口水的情况，若排除是口腔疾病，就要小心，可能是中风引起的；若还有口角歪斜的症状，就要警惕，可能是血管堵塞了。表现2，睡觉时呼吸困难。
那正常情况下，我们睡觉是不会感觉呼吸困难的。若出现这种情况，也要警惕是血管发出的暗号，及时调理。若你出现上面这2种表现，就要好好保养血管了，不妨常做下面这个小动作。这个动作就是原地小跑。跑步大家都会，先保持站立的姿势，双肩放松，2手手臂放在身体两侧，然后踮起脚尖进行原地小跑。每天跑5到10分钟，那这个动作可以加速血液循环，促进气血运行，对打通血管有很好的作用。大家不妨坚持练一练。我们这一生有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睡觉中度过的。那本来呢，睡觉对身体是有好处的，但如果睡不对，也会影响身体健康，让人折寿。下面这3种错误的睡觉方式，希望你都没有。第一个，睡懒觉。一到周末休息的时候，很多人喜欢睡懒觉，一睡到中午。这样做的后果就是错过早餐。如果长期不吃早餐，会给肠胃造成伤害。而且睡觉时间太长也会影响人的精神状态，这样不利于身体健康，会使寿命缩短。第二个，白天补觉。很多人喜欢睡颠倒觉，就是呢晚上熬夜不睡觉，然后白天补觉。如果经常保持这样的睡觉习惯，会影响身体的内分泌，使身体免疫力降低，身体就很容易生病，不利于人长寿。第三个，吃完饭马上睡觉。如果吃完饭马上睡觉，对身体健康也是不利的，因为人吃完饭后血液大多集中在胃部，如果马上睡觉，不利于食物的消化和吸收，给肠胃增加负担，影响肠胃健康。上面这3个睡觉方法，如果你也有的话，尽量都改正，这样身体健康了，长寿也会离你很近。长寿药，我们一生中有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中度过，如果每天能保证充足的睡眠，对健康也是非常有益的。那很多人认为最健康、最长寿的睡眠时间应该是每天8小时，那真的是这样吗？其实有研究表明，每天睡眠保持在6.5到7.5小时之间的人，要比每天睡8小时的人更长寿一些。若每天都能符合这个时间段，而且都是优质的睡眠，那么身体就能够得到充足的休息，人也会感觉到神清气爽、精神抖擞、思维清晰。如果睡的时间太长或者是太短，对身体健康都是不好的。如果睡眠时间短，不仅会使内分泌发生紊乱，抵抗力下降，还会使人加速衰老，不利于人长寿。而睡眠时间太长，会让身体越睡越累，影响身体的新陈代谢，导致体内毒素、垃圾不能够及时排出，也会给健康带来隐患，使人寿命缩短。所以大家如果能每天保证6.5到7.5小时的睡眠，相对来说或许更容易长寿一些。那大家在睡觉的时候要注意有一个良好的睡眠环境，睡前泡泡脚，这样才能够保证身体的健康。现在的夜生活是越来越多姿多彩了，但同时呢也带来一个困扰，就是睡不着、失眠。白天呢就精神疲乏，不管是工作还是学习都没有效率了。那该怎么解决呢？今天木子给大家推荐一个小方法，帮助缓解失眠。坐在床上，双腿伸直了，把2个脚的脚后跟靠在一起，然后大脚趾相互的碰撞，这样敲打100下，每天睡前做。这样敲打脚尖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帮助缓解疲劳。每天做一做，对改善睡眠有帮助哦。那这个动作简单又方便，学不会肚子上咋又长肉了呢？相信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情况吧。吃的多了，做的时间长了，大肚腩呢就跑出来了，这样对形象影响真的很大。那该怎么办呢？如果大家不想出去跑步锻炼，不妨在睡前做一个小动作，下面来跟我一起学一下。首先，平躺在垫子上，要将上半身微微的抬起来，不要触碰到地面，下巴向内收，2手手肘支撑在垫子上，然后将双腿向上抬起，抬到与地面大约30度，交替的做抬腿的动作，直到自己坚持不了为止。可以休息一下，然后再继续做。每天睡前做5到10分钟。做的时候腹部要保持收紧，这个动作可以锻炼到腹部肌肉，有很好的燃脂效果。每天做一做，胜过出去跑步1小时。大家不妨坚持练习一下。
减肥最重要的是要坚持，除此之外也不能忘了饮食，饮食也很重要，要管住嘴，迈开腿，这样减肥才能够事半功倍哦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大家还知道哪些减肥小方法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分享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